往后可以不用再继续努力。男人彻底辞去了月薪3000的工作，带着他的全部家当，来到了人迹罕见的贝加尔湖，打算余生就在这里实行他的躺平计划。在当地村民的介绍下，他花费了8000块，从猎户手里买下了一间湖边小屋。虽然地方并不怎么宽敞，但这里却胜在了独门独院，方圆几公里几乎都是自家的后花园。在双方完成交接之后，猎户临走前还留下了一把猎枪，本意是想告诉这个接盘自己木屋的大冤种，独自居住在这里并不安全。然而一心向往自由的泰迪对此却不以为意，相反，等众人离开之后，他立刻忍不住开始兴奋地呐喊起来。这里以后几乎就是他的私人领域，无论想要做什么他都可以随心所欲，也不用怕再遭到旁人异样的目光。他终于可以开启梦想中无拘无束的生活。在冰面上彻底放纵了一把后，他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到木屋，开始认真地打量起自己后半辈子的住所。虽然条件确实有些简陋，但好在独自一人居住问题还是不大的。泰迪在床上美美地睡上了一觉，醒来时时间已经到了傍晚，屋外的气温诡谲多变。这个城里来的家伙也是第一次被大自然狠狠上了一课。此时他的食物箱已经被牢牢地冻住，任他想尽办法也无法打开，最后无奈只能拿上2袋外装的番茄酱，才当作是晚餐勉强充饥。解决完了温饱问题，又突然感到一阵口干舌燥，打开水壶才发现里面早已空空如也。没办法，只能再次顶着刺骨的寒风，从门口取回一坨冰块，放进锅里让其慢慢融化。在喝上小半壶甘甜可口的冰水后，他早早便钻进了睡袋，准备一觉到天亮。然而从未在零下40度环境中生活过的他，却简直就犹如一个新手小白，半夜里差点没被严寒给冻成冰块。他这才想起忘记往火炉里添加燃料，连忙将几块木柴丢进去。卧室里的温度总算才渐渐回升了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泰迪独自在湖面上站了很久，这是他30几年来第一次真正远离了人群的喧嚣。先是静静地感受一番这份来之不易的宁静，随后他将带来的物资全部整理进了屋内，还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遍，拆掉多余的窗帘，在架子上摆放满自己带来的书，原本陈旧的布局顿时变得焕然一新。夜晚屋外下着大雪，他惬意地坐在床上，欣赏着这别具一格的美景，缓缓入眠。隔天又是不用上班的一天，睡觉必须睡到自然醒。先来上点秘制烤肉填饱肚子，再来上一杯老白干暖暖身子，随后背起猎枪，在自家的后花园里逛上一逛。相比于城市的快节奏，这里的时间缓缓流淌，让他感觉完全没有了生活的束缚。这晚泰迪躺在床上，屋外却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轰隆声。他小心翼翼地出门查看，才发现原来是湖面冰层开裂的声音。好奇的他干脆俯下身趴在地上，静静地聆听着这来自大自然美妙的音乐。第二天，泰迪拿出工具，在冰层上面开凿出了一个洞，有了源源不断的水源，他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上一个热水澡。感觉不够过瘾，他干脆又将自己整个人泡进冰水里，开始体验起冰火2重天的快乐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只棕熊却突然出现在他的视野里，这可把泰迪吓得够呛，让他顿时感觉自己就是瓮中的那只鳖。不过好在棕熊似乎并没有发现他，转身晃晃悠悠地朝着木屋走去。泰迪也赶紧趁机跑进一旁的茅房，通过窗户悄悄观察着棕熊的动向。许久之后，棕熊走出了木屋，泰迪连忙将身子从窗户前缩回来，猜测对方应该是吃饱喝足了，打算离开。又等了一段时间，直到外面彻底没了动静，他这才敢小心翼翼地走出茅房。来到木屋前，泰迪彻底愣住了。虽然棕熊离开了，却也几乎将所有食物都糟蹋了个干净，只留下了满地的狼藉给他。夜晚，泰迪吃着棕熊留下的残羹剩饭，内心仍旧感到一阵心有余悸，即便是躺在床上也都是枪不离身。没有了食物，第二天他只好壮着胆子来到后山打猎。不得不说他的运气还算不错，没多久便碰到了一头小鹿。然而从未开过枪的他瞄了半天，最后却还是一枪打空了。突兀的枪声顿时吓得小鹿仓皇逃窜，泰迪连忙紧紧跟上，准备再次射击。可慌忙追逐的他却没有注意脚下，一个不慎突然踩到了地上的捕兽夹，还好鞋子质量过关，救下了他的脚。但人生的第一次打猎也不得不就此宣告失败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穿上滑冰鞋，拖着一个雪橇，打算到贝加尔湖的另一边，看看能否采购到一些物资。然而走走停停，花费了5个多小时，他才总算遇到一处不大的村庄。虽然如愿买到了所需要的物品，但遥远的路途却也使他不得不再次留宿一宿。当他好奇地询问起捕兽夹的事，这里的村民告诉他，那片森林曾经躲着一个逃命的杀人犯，捕兽夹很有可能就是对方留下来的。不过这都是10几年前的事了，估计那人也早就离开那个鬼地方了。听完村民的话，晚上泰迪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毕竟住所附近不仅有凶兽，还有杀人犯，无论换作是谁，基本都会感到一阵头皮发麻。然而第二天起来时，气候就明显起了一丝变化，泰迪也不得不抓紧返回他的湖边小屋。临行前，村民还善意地提醒他，根据经验，这2天应该就会有一场暴风雪要来，让他回去后最好待在住所里，不要乱跑。果然从当晚开始，外面便突然下起狂风暴雪，泰迪躲在屋内不敢出去，
骤降的气温让他晚上睡觉都不得不挨着火炉才勉强感到暖和。然而隔天想要继续添加燃料时，却发现房间里的木柴已经用尽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到屋外再取一些回来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猛烈的风雪很快便吹得他的双眼无法睁开，令他只能凭感觉来辨别回去的路。可是，在风雪中走了许久，却始终都找不到木屋的位置。泰迪顿时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，内心也渐渐变得慌乱起来。他开始朝着所处的四周开枪，然而却听不到任何子弹击中物体的声音。无助的他只能朝着天空歇斯底里的呐喊，但此时能够回应他的却只有漫天的风雪。渐渐的，他感到一阵体力不支，彻底昏倒在了地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风雪逐渐小了下来，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了泰迪身旁，将他扛在身上，一步步朝着木屋走去。等泰迪醒过来时，发现屋内的火炉不仅燃烧着，就连柴火也堆满了一地，甚至桌上还放着一桶正在冒烟的热水。只可惜他找遍了附近，却看不到任何人的踪影。这也不由得让他想起那个关于杀人犯的传说。他猜测很可能是当时的枪声将那人吸引过来，于是为了能够与对方见上一面，泰迪决定来到屋外练习枪法。果然没过多久，一个陌生的男人出现在了附近，对方直言泰迪纯属就是在浪费子弹。泰迪解释自己对于枪械并不熟练。这时男人提议他可以教给泰迪一些射击的技巧，不过条件是需要将部分的子弹送给他。泰迪听后连忙爽快答应了下来。于是有了男人的指点，泰迪不久便掌握了一些射击的基础要领。他信守承诺将子弹送给了对方，可当他还想再说些什么时，男人却警告他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自己，随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然而也正是这个要求，让泰迪基本可以断定此人绝对是村民口中那个逃亡的杀人犯。晚上他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眠，想不通对方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了10几年的。他索性拿出地图查看起男人离开的方向。第二天，好奇心便驱使着他上山寻找，没想到真的又一次碰见了对方。男人拿着枪，一脸警惕地询问泰迪为何要找他。泰迪连忙解释说 Je sais qui tu es. Et n'était bien les chutes. Ani dumai uchtati ume. Tu peux me faire confiance. Je m'appelle Teddy. 听完他的坦诚，男人这才放下了心中的戒备，而泰迪也因此多了一个杀人犯朋友。他们一起来到森林里打猎，当发现一头鹿时，男人自信地瞄准目标，只一枪便精准地命中，猎物很快就挣扎着倒在了地上。他们做了一个简易支架，将整头鹿拖回泰迪的湖边小屋，随后两人便开始吃起了自助烧烤。泰迪倒了一杯酒递给男人，对方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多年滴酒未沾让他感到了些许不适，他好奇地询问泰迪为什么会来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。泰迪回答说，因为彻底厌倦了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，所以选择了来到这里躺平。男人递给了他一块鹿肉，虽然听不懂躺平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提醒他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，随后便起身告辞，拖着剩余的鹿肉离开了这里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泰迪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见过对方，直到这天他在门口劈柴时，一架直升机突然从他的屋顶经过，飞向了山岭，并且直升机上还时不时传来几声枪响。泰迪还以为这是来抓捕男人的，连忙拼命跟着跑进了森林，一边跑还一边大声的呐喊，想以此来向对方通风报信。但很快男人便出声做出了回应。泰迪循着声音找到了对方，一脸紧张的询问他有没有受伤，男人却无比淡定的告诉他，这只不过是那群有钱人又来到山里猎熊，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自己。随后便指了指地上的血迹，打算带着泰迪一起去寻找那头受伤的棕熊。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今天还能吃上一顿清蒸熊掌。然而等他们快到山顶时，天色却变得越来越暗。男人猜测很快又会有一场暴风雪要来，让泰迪赶紧跟他回去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尽管两人已经拼命的在赶路，最终却还是没能躲过这场风雪。前方的可视度已经越来越低，如果再不找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，那么接下来两人都会有生命危险。好在不久后，男人发现了一个山洞，两人拼尽全力凿开了冰层，钻进内部后，男人迅速用冰雪堵住了洞口，终于摆脱了被大雪吞噬的风险。可泰迪依旧被冻得浑身发抖，眼看着马上就要失去意识，男人连忙提醒他千万不能睡。为了能够帮泰迪保持清醒，男人第一次讲述起了自己的过去。那是在12年前的某一天，他偶遇到了曾经在部队的上司，两人许久未见，自然少不了开怀畅饮。酒过3巡，上司便开始炫耀起自己如今的成就，住豪宅，开名车，娶了漂亮妻子，就连一双儿女都聪明伶俐，考上了重点学校。而反观他的生活却可以说是糟糕透顶，不仅在外面负债累累，甚至有时连解决一家4口的温饱都成问题。出于嫉妒，他开始对着上司破口大骂。没想到这件事却愈演愈烈，两人因此大打出手。他胡乱抓起桌上的餐刀，借着酒意一刀结束了上司的生命。事发之后，他便一路逃亡到这里，连续躲藏了整整12年。然而听完男人的故事，泰迪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应，他才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，只知道眼前的男人曾经救过自己的命。抬起头看了一眼满脸真诚的泰迪，男人接着说道，直到这一刻，他终于对眼前这个年轻人彻底放下了戒心。
不久后，风雪彻底过去，两人都平安躲过了一劫。阿列克谢带着泰迪来到自己的住所，那是一间十分隐蔽的木屋。一进门，泰迪便看到墙面有着不少划痕，正是阿列克谢用来记录年份的。再有3年便过了15年的追溯期，那时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到家人身边了。他从书中拿出了2个孩子的照片，并询问泰迪是否也有孩子。泰迪回答说没有，他正是厌倦了世俗里的束缚，所以才会不顾一切来这里寻求自由的。虽然搞不懂泰迪想要的自由为什么跟自己在逃亡一样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生活的方式。阿列克谢也不好对他的选择做出评价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泰迪彻底过上了无拘无束的生活，偶尔也会来找阿列克谢小聚一下。让他感到意外的是，阿列克谢竟还有一套捕鱼的工具。两人把酒言欢直到深夜，泰迪突然点燃了一颗红色的信号弹，因为今天正是他的生日，条件有限，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为自己庆祝。然而怎么也没想到，信号弹竟然将湖对面的村民给引了过来。多年的警惕瞬间让阿列克谢被车声惊醒，连忙出门躲到了木屋后面。而关门的动静也顿时让泰迪察觉出不对，看到有人正朝着自己的住所走来，他急忙收起桌上的酒杯，并将阿列克谢的床铺藏起，然后躺在床上假装只有自己一个人。等村民进来后，什么也没发现。得知信号弹是泰迪放着玩的，也没有计较，还善意的提醒他春天马上就要来临，到时冰层融化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，让他最好不要再独自居住在这。然而泰迪听完却只是道了声谢，依旧表示自己没有离开的打算。村民见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短暂的休息后便起身离去。等他们走远了，泰迪这才敢招呼阿列克谢进屋，但刚刚泰迪与村民们的对话也被他一字不落的听在耳中。临走前，他还是忍不住的劝泰迪回去，这个地方已经像牢笼一样囚禁了他12年，他不希望泰迪步入自己的后尘。不久后，天气渐渐变暖，而阿列克谢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。泰迪来到对方的住所找他，才发现这个生存力极强的男人竟然生病了。多年茹毛饮血的生活早已让他恶疾缠身，但他却没有告诉泰迪自己如今的身体状况，只是开玩笑的说，如果他这次一病不起，希望泰迪能够将他的遗体葬在贝加尔湖。泰迪连忙打断说他还没有回去与家人见面，让他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同时他也想让阿列克谢一起到外面的诊所看病，毕竟现在已经没人抓捕他了。可阿列克谢却没有同意，只是又一次告诉泰迪这里不适合生存，劝说他趁早回家里去。只可惜的是，最终两人谁也没有听进对方的劝解。然而第2天起来，阿列克谢却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他想让泰迪去镇上帮他买药，并且还写了一封信，让泰迪到时顺便帮他寄出去。对此泰迪自然不会拒绝，连忙穿上装备出发上路。看着泰迪渐行渐远的背影，阿列克谢突然大喊道：“Alexei！ 或许是太久没有大声呼喊过别人的名字，又或许是想再多听几遍别人呼喊自己的名字，阿列克谢就这样一句一句喊着泰迪，直到对方彻底消失在他的视野中。此时的湖面已经不再适合滑冰，泰迪只能乘坐着气垫船离开，接着再换乘村民的顺风车。几经辗转，才终于赶到了城里，来到诊所帮阿列克谢买完抗生素。天色也已经渐渐黑了下来，泰迪坐着公交来到邮局，可想帮阿列克谢寄信时，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上面没有写收信地址。泰迪看不懂俄文，只好让工作人员帮他翻译。You made it part of way. Be strong. Continue. Not be afraid. You're free. 也直至此刻，泰迪才意识到，原来这封信是写给他的。想到阿列克谢竟然用这种方式送自己离开，泰迪顿时大感不妙。他不敢耽搁，连夜雇了辆货车赶路。来到湖边，发现没有气垫船，他就租了辆摩托沿着岸边开回去。可尽管他已经拼了命的往回赶，但最终还是来迟了一步。阿列克谢已经永远沉睡了过去。不久之后，冰层彻底融化开来，泰迪划着小船，带着阿列克谢来到了湖面上。他在船上坐了许久，最终还是遵循了阿列克谢的遗愿，将石块放在对方身上，让他的遗体沉入贝加尔湖中。回去之后，泰迪刮掉了连自己都不知多久没刮过的胡子，随后将木屋的东西打包收拾进了行李箱。经历了这一切，他决定听从阿列克谢的建议，回到他最初生活的地方，勇敢面对属于他的人生。其实在现实中也有很多人和泰迪一样，被快节奏的生活压得几乎喘不过气，总以为只要跳出眼前的圈子，便能够得到一劳永逸的自由。但事实上，这不过只是逃避现状的一种假象，只会换来更多的空虚和遗憾。真正的自由是来自于内心与精神上的自由，是不管处于什么样的人生境遇，都能保持一颗坦然自若的心，无所畏惧。